自从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信息战已经是现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交战双方发动信息战，会发布一些不实信息，以达到对敌方心理震慑的作用。因此，有大量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可见可靠的信息源在危机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来自于 First Draft News Org 第一个简明教程，教授社交媒体使用者如何识别假信息。首先，我们要区分 disinformation 和 misinformation，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意图是否是主动去造假。disinformation 指的是有意制造的虚假或者是误导性信息，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赚钱、施加政治影响力，或者是想要引起麻烦，甚至造成不信任和伤害。简单理解 ，disinformation 就是造谣。misinformation 指的是当人们分享虚假信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是假信息，或者是误导性的内容，可以理解为传谣。通常他们没有坏的意图，出于恐惧，想要保护他们关心的人，或者跟他有相同志趣的其他分享类似信息的人。针对造谣类的假信息，我们有以下4个方法。第一，视觉上的虚假信息会获得更多的关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老照片和视频在新的危机发生时被反复重新传播，比如这个视频被许多人用来作为乌克兰战争的视频，其实是2020年8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的爆炸。这种假信息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和迷惑。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使用搜索引擎的反向图像搜索即可。大家可以在几个不同的搜索引擎上进行图像反向搜索，这些引擎包括谷歌 Chrome、Yandex、Bing、Tina、浏览器扩展程序 Verify。更进一步，可以对视觉验证的5个支柱进行检查，对每个支柱挖掘的越多，验证就越强大。Performance 出处，内容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原始版本。Source 来源，谁创造了原始内容，发布内容的人不一定是原始信息源。Date 日期，图片上传时间不一定是拍摄时间。Location 地点，如果图片含有地理信息，其位置是否合乎情理，是否独立验证过地点。Motivation 动机，消息源制作此内容的动机是什么。第二，冒名顶替的账号也很常见，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检查清单，使用这些数字水印基本技术来确认网上的信息源，对用户资料的头像做图像反向搜索，检查主要信息来源是否能在社交媒体上找到那个账号，在其他社交平台是否也使用同样的名称，找到联系方式，什么时候注册的账号，都关注了谁，用什么语言发帖，发帖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是什么。第三，加水印防止2次传谣。如果决定要分享假图片或假信息，以对其进行反驳的时候，请确保使用一个水印覆盖，防止图片被断章取义的重新传播，表明未经证实或者断章取义。第四，对检查过的内容进行存档很重要，记录虚假的社交媒体内容，从浏览历史和法律的角度来说都非常重要。你可以使用像以下列出的网站以及许多其他网站，把你看到的东西存档。请继续收看《暂时如何识别假消息 Part 2》。